不只是一个我们过去一直在谈到恒大地产的这些问题，我们看到包含这些举债相关的部分，我看到这些资料其实蛮吓人。我们看到这个全中国的地方政府发债总额有将近30兆，这个又创新高的数字，而且许多的新举债是为了要还旧有的这些举债，不断借钱了，所以大家就担心说，中国现在经济如果照老师刚刚这样提到了，已经开始朝向这个下行的发展，连李克强都认为，都对外这样子来说，这个到底是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祸不单行的例子，还是这个是他们有意为之？到底现在中国实质上整个这个结构，从老师刚刚这样延续的部分说法，老师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呢？这个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累计像山一样高啊，这是一个累计多年的老问题，所以它不是属于短期内的干扰，而是一个长期困扰、威胁中国经济的沉重大山。那么自由亚洲电台有一个报道，11月23号，中国财政部公布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情况和债务的余额。那么这个报道显示呢，就中国到10月底的时候，地方债务就急剧上升到30兆，比去年增长6%，那么创了历史新高纪录。那么其中新增的债务大概50%是用来还债的。那一般人听到这个30兆的数量，只是觉得非常大，但这样的债务负担扛在地方政府头上，到底有多沉重？那么其实中国的经济增长早就已经随着房地产泡沫的扩大，走上了债务经济的道路，就是靠借债来拉动经济。那么一个国家的总体债务呢，是包括政府的债务、企业的债务和家庭的债务3个层面。但对任何一个层面来讲，你借债当然可以暂时带来现金流，用来应付一些开支，但是借债要还。你债务的累积会造成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开支负担。因为债务没有到期的时候，你是要付利息；债务到期就要偿还本金。那我们知道，这个家庭的债务负担重，那消费力就减弱了。这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所谓的中国的3重压力中需求收缩的根本原因之一。那当然，需求收缩另一个原因是失业率上升和家庭收入下降。那么对企业来讲的话，债务开支负担加重，自然利润就被吃掉了，那么经营业绩呢就只剩下虚好看了。那么政府呢，它只能靠税收和其他比方像卖地的收入来偿还债务。那我们以前讲过，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现在正在下降，那么债务呢还在明显上升，这就造成地方政府可能走向破产，或者倒逼中央政府增加给地方政府的补贴。那么中央政府手里也没钱了。那么讲到这里我还要补充一句，我们谈的还都只是中共的国内债务。那如果是对外借债，还债还需要外汇，这又牵扯到外汇够不够的问题，就看我们后面有没有时间来讲那政府的债务负担有多重呢？就要用2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叫经济负债率，就是政府负债总额占 GDP 的比重。这个指标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所对应的债务是不是超出它的承受力了。那刚才前面提到了，这个去年底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是26兆，那么加上我现在讲的是去年底加上中央政府债务是21兆，还有21兆还有国债，再加上中国各级政府的这个经济负债率加在一起，大概是57.1，就是说地方政府的债务26兆，中央政府债务是21兆，大概占整个经济的负债率就是债务与 GDP 的比例是57.1。那么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是60%。但是呢，中国地方政府其实还有一种隐性债务，那就是地方政府担保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发行的债券。那南华早报9月29号引述美国高盛公司的一个报告，说去年底这种隐性债务已经高达53兆。那么这样的话，今年
到年底的时候，中国的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余额是30兆，加上隐形债务53兆，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25兆，合计108兆。这108兆比今年的 GDP 还多2个百分点，比国际通行的警戒线60%高出42个百分点。那如果再加上中国的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这个百分比可能已经超过了 GDP 的3倍。所以美国有个智库叫战略与国际中心，他2018年有发布一份报告说呢，中国2017年的整体债务已经达到 GDP 的2.6倍了。那这个报告呢，其实对中国的债务数据是低估的，比方它没有包括上面讲的隐形债务。那么按照它低估的结果，中国2017年的整体债务是 GDP 的2.6倍。那我们刚才考虑到了隐形债务和最近4年中国的政府加企业和家庭债务像滚雪球一般的增长，那么估计今年中国的整体债务达到 GDP 的3倍或3倍以上，应该不算是夸张的。那么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济其实一直在依靠做大金融泡沫维持。那么一旦这个金融泡沫破灭，将面临一场全面而极其严重的经济灾难。那么中国的地方政府还能不能够还债？这可以用另外一个指标来衡量，就是财政债务率。这是说呢，政府负债的总额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那按照国际的标准呢，地方政府的财政债务率通行的风险警戒线是80%到120%。那10月5号的时候，中国媒体数据宝和腾讯财经联合推出了2020年城市负债率排行榜，排行榜。这个分析报告涵盖了86个比较大一点的城市，它不包括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个隐形负债。那么根据这个报道，中国85座城市，就86座城市当中，85座2020年的财政债务率已经超过100%，其中有75座城市的财政债务率比2019年翻倍。其中西安、天津、武汉、重庆这10个城市的财政债务率超过500%，其中贵阳市的财政负债率高达929%。那么是不是说这个超大城市会情况经济繁荣，是不是好一点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4座中国叫1线城市就是超大繁荣的。那北京、广州的财政债务率超过200%，深圳的财政债务率最低，不到20%。那如果把刚才讲的这个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也考虑进来，他们的财政负债率大概还要加1倍。那你相信中国的地方政府还能还债务吗？处于这种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力下的中国地方政府，它还有能力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去拉动经济吗？所以李克强最近不断在讲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其实他是轻描淡写了，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所以可以讲，中国经济在城市，而大部分城市的债务负担已经走向破产的地步了。